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澄清关系，肖战和杨子关宣称自己单身，大家尊重他们的选择吧。近日，演员肖战与杨子公开表明单身身份，并呼吁公众别管了，尊重选择。这一看似寻常的声明，实则如一石入水，激起了层层涟漪。它不仅关乎两位明星的个人状态，更触及了当代社会一个日益尖锐的议题：在无远弗届的数字化时代，公众人物的私人领域边界究竟何在？其呼声背后，是一场关于尊重、隐私与媒介伦理的深层对话。数字技术的狂飙猛进，催生了全民狗子的文化生态。社交媒体与便携设备赋予了每个个体前所未有的窥探与传播能力，公众人物的私人生活被置于显微镜下，接受24小时不间断的审视与评判。德国哲学家尤尔根·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日益模糊，甚至面临崩塌的危险。在此语境下，肖战与杨子的声明绝非对粉丝关心的简单回绝，而是一次对私人领土的郑重宣示与边界重构。他们试图从被集体叙事裹挟的公共财产身份中挣脱，重申其作为独立个体不可剥夺的自主权。这份声明因而闪烁着捍卫私域自主性的现代光芒。进一步而言，明星艺人婚恋之所以总能引爆舆论，源于其身份被赋予的符号化特征。法国社会学家让·鲍德里亚曾指出，消费社会中的明星艺人已成为一种被消费的符号，其形象、情感乃至私生活都被卷入意义生产的巨大机器，以满足大众的想象、投射与娱乐需求。然而，这种符号化过程伴随着巨大代价，真实个体的情感与选择权常被架空，沦为集体叙事的附庸。肖战与杨子的直言别管了，正是对自身去符号化的努力，试图将被消费的符号重新还原为有血有肉、有权决定自己生活的人。这不仅是对自身主体性的捍卫，亦是对粉丝观众过度消费自己个人隐私的社会风气的理性反驳。若将视角延伸，明星艺人维护隐私权的行动具有超越个体的社会价值。正如法学界所言，权利的保护往往始于前沿地带的争取。公众人物借助其影响力对隐私权的每一次主张，都是对大众法律意识与媒介素养的生动启蒙。他们提醒我们，无论一个人多么声名显赫，其私人生活都不应成为公共消遣的素材。真正的支持与喜爱，应体现为对其影视作品与专业精神的关注，而非对其个人情感生活的无休止侵入与指摘。这种尊重是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伦理，也是构建健康、理性公共对话空间的基石。肖战与杨子的呼声，如同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时代的光荣与困境，既折射出了技术进步带来的过度窥探之弊，也彰显了当代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。其意义远超娱乐新闻的范畴，引发我们对以下问题的深思：我们应如何在公共热议与私人情感安宁之间划定一条合理的界限呢？如何使技术进步服务于人类的福祉，而非侵蚀个人隐私的尊严？可能真正的文明尺度，不在于我们如何关注他人，而在于我们如何学会尊重那些温和而坚定的声音，尊重那条看不见却至关重要的边界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共同守护一个既充满活力又保有分寸感的公共空间。澄清关系，肖战和杨子官宣单身，尊重选择，才是对明星最好的温柔。近日，演员肖战与杨子罕见地通过公开渠道表明了自己的单身身份，并明确呼吁外界别管了，尊重选择。看似简单的一句话，却在娱乐圈与公众舆论场掀起不小波澜。因为在这背后，
不仅仅是关于两位顶流明星的感情状态问题，更是一次关于隐私权、媒介伦理与现代社会公共空间边界的深刻讨论。在数字化时代，明星个人的情感与婚恋状态往往被无限放大，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。而他们的官宣单身，不仅仅是一句回应粉丝关心的声明，更像是一面旗帜，映照出当下社会在尊重与窥探、关怀与消费之间的深刻矛盾。信息狂潮下的全民狗子时代，社交媒体的发展与数字技术的普及，使得全民狗子成为现实。人人都拥有随手拍摄、实时传播的能力，一个明星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在几分钟内被无限扩散。传统意义上由媒体主导的八卦新闻，如今已经变成全民参与的娱乐盛宴。然而，当越来越多的人把手机镜头对准明星时，他们的生活便不再仅仅属于自己。饭局、聚会，甚至和朋友的普通交谈，都可能被断章取义，拼凑成所谓的恋情证据。这不仅模糊了公共与私人的界限，更在无形中剥夺了明星作为普通人的基本生活权利。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曾经提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概念，但在今日的娱乐生态中，这一界限正在快速坍塌。公众人物仿佛被放置在透明玻璃房中，时刻被审视、被解读，而失去了最基本的安宁。肖战与杨紫此次的公开声明，正是在这种语境下的一次反击。他们并非拒绝公众的关注，而是要求为自己留出最起码的私人空间。明星的符号化困境。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指出，现代消费社会中的明星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演员身份，而被塑造成一种符号，被大众消费和解读。肖战与杨紫不只是人，更是观众幻想的承载体，他们的角色、荧幕互动，乃至任何生活细节，都可能被解读为暧昧恋爱引擎。在这种符号化的逻辑中，明星真实的个体情感往往被架空，他们的一举一动被纳入意义生产的机器，成为流量与话题的燃料。这既满足了大众的想象和情感投射，也让明星被裹挟在一种难以逃脱的消费链条中。当肖战与杨紫说出别管了的时候，本质上就是一次去符号化的努力。他们试图挣脱被消费的身份，重新回归到作为普通人的真实状态。这种表态既是对自己权利的坚守，也是对过度消费明星隐私的社会风气的一次提醒。隐私权与社会伦理的博弈。从法学视角看，隐私权是现代公民社会不可或缺的基本权利。然而在现实中，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往往最容易被忽视，甚至被默认牺牲。有人认为，既然选择了成为明星，就必须接受被关注、被讨论的命运。但这种逻辑本质上是一种不公平的道德绑架。明星的职业选择并不意味着放弃作为个体的基本权利。无论他们站在多么耀眼的舞台上，他们依然有权决定自己的感情生活如何展开，是否公开，何时公开。对他们的尊重，恰恰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。换句话说，尊重明星的隐私权，不仅仅是对他们的保护，更是对全社会隐私意识的一次教育。明星通过自身影响力发声，实际上是在提醒大众，没有任何人的私人生活应该沦为公共娱乐的素材。从八卦消费到理性支持，近年来，国内外都有不少因隐私泄露而引发的明星困境。有人因被过度曝光而患上抑郁症，也有人因虚假绯闻而事业受阻。这些案例反复提醒我们，娱乐八卦并非无害，它可能带来实实在在的伤害。真正的支持应该回到明星的专业领域，他们的作品与表演。喜欢肖战与杨紫，理应关注他们在舞台和荧幕上的表现，而不是无休止地追问他们的私人感情。这种理性的追星态度，
既能让明星获得更多安全感，也能让粉丝群体更加健康长久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部分理性粉丝已经开始自发抵制私生饭和过度消费隐私的行为。他们呼吁喜欢作品，别打扰生活。这种转变是公众文化逐渐成熟的重要标志。明星声明的社会意义，从个体层面看，肖战与杨紫的官宣是一次个人边界的重申，但从社会层面看，它更具有深远的意义。公众人物的每一次隐私权捍卫，都是对社会观念的一次推动。这种推动体现在2个方面：提升大众的法律意识，通过明星的案例，更多人开始意识到隐私权并非抽象概念，而是需要在现实中得到维护的切身权益。改善媒介伦理氛围，媒体和社交平台在报道与传播明星私生活时，也会因此而受到监督和反思，从而逐渐建立更加健康的报道边界。换句话说，明星的发声不只是对自己的保护，更是一种社会教育。他们用自己的影响力提醒我们在信息洪流中保持理性与分寸感。文明的尺度，尊重边界。真正的文明并不在于我们如何窥探别人，而在于我们如何尊重别人。尤其在一个信息极度透明、娱乐消费泛滥的时代，学会尊重边界本身就是一项艰难却必要的社会修养。尊重肖战与杨紫的选择，不仅是尊重他们的爱情自由与生活权利，更是尊重作为独立个体的每一个你我他。如果我们能从对明星隐私的尊重中学会对普通人的尊重，社会的公共空间必然会变得更加理性与温柔。